在，本官宣判，万人起诉宰相张青山贪污一案，罪名不成立。控告方捏造证据，诬陷张青山，即刻打入大牢，服役10年。不愧是战无不胜的壮王啊！我贪了足足5000万两白银，没想到你这一通操作下来，我非但无罪，反而还成了大英雄。哎呀，我都快被自己感动了。民心不过是草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才是权术。封林阳为大仓壮王，赐7彩金玉尺1柄，见7彩金玉尺如见宰相，赠京城别院1套，赠良田100亩。多谢大人，林阳定不负大人厚望，这天下诉状皆在5场中。林阳，你为了钱竟帮着这些贪官污吏，良心过得去吗？你知道吗？你不得好死啊！这5000万两都是我们的血汗钱，你听听城外饿殍遍野的哭声。你个畜生，你枉为大仓壮王的名号，你就是一个助纣为虐的魔鬼！你用那3寸毒蛇颠倒黑白，比那明火执仗的强盗更可恶！你就是个恶魔，你就应该得到报应！苍天有眼，不得好死，家破人亡！不得好死，家破人亡！爹娘小妹，宰相给了我们一套京城的房子，咱们终于可以去享福了。爹，你怎么了？爹，小妹你在哪儿？别躲了，小妹！娘，你怎么了？娘，是谁干的？娘，我带你去找大夫。走。阳儿，来不及了，娘只希望你要像紫玉佩一般干净纯粹，不要再为坏人打官司了。赤墨惊堂，当为天下状。林阳，你为了钱竟帮着这些贪官污吏，良心过得去吗？都是灾民的血汗钱呀！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苍天有眼，不得好死，家破人亡！阳儿，大爷娘一定要找到青湖，他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找到他以后，你们兄妹2人一定要堂堂正正的活下去。娘，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林阳封笔，大仓再无壮王。杀了他！快走！娘，快走！快走！别管我！喂，你还好吗？下这么大的雪，你会被冻死的。你还好吗？饿了吧？那，给你。慢点吃，皮噎着。你要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可以留在我们包子铺。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至少有个住的地方，吃的吧。爹常说，多个人多双手，刚好包子铺也缺帮手。
喜乐，我来吧。好，你会吗？我会，看我的。哎呀，不是，哎呀，你这不对，这个是这样的，手腕要用力，然后轻轻的揉，这样子啊。看什么呢？我脸上有面粉吗？没有。我看看，没事。我看看，喜乐，呆子，送花也不知道说句话。来，赵伯，吃药。来，吃着喝。爹，哎，赵伯，赵伯，没事，老毛病了。林雅，喜乐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也是我从小带大的。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以后啊，我就把喜乐托付给你了。你是个好孩子，整整3年，我瞧得真的。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一辈子。爹，您再坚持坚持，哥哥去要工钱了，很快我们就有钱治病了。您别再说了，您一定会好的。傻孩子，我的情况我自己清楚，不要再给我身上花冤枉钱了。我认命了，继续治只会家破人亡，不继续治只需要死我一个。天，你们呐，好好的，爹就放心了。赵伯，爹，赵伯，你别这么说。喜乐，不好了，你哥哥出事了，他被人给打了，现在已经送到衙门了。什么？周少，我爹在家等着钱买药呢，我求你了，你把我这个月800文的工钱给我吧，我爹他都咳血了，大夫说再不抓药就撑不下去了。周少，行行好吧。我都说了，你还差2天才干满1个月，你他妈现在就辞工，1分没有啊？听不懂人话吗？规矩就是规矩，要是被你坏了规矩，那所有的人有样学样，我还怎么管人呢？啊，周少，这真的是我爹的救命钱，这800文还不够你一顿饭钱，但却是我爹的命啊！周少，我求你了，我给你磕头，周少，我给你磕头，你放放慈悲吧，周少。去，滚他妈一边去！你爹的钱救命，关我什么事儿啊？没钱治病，那就去死呗！啊，治什么治啊？死了，就一切清净了啊！省得你们这些穷鬼在我这儿哭穷。不过嘛，如果你把你的妹妹送到我的府上来，让我玩个10天半个月的，嘿嘿嘿，我倒是可以考虑
先把你那个800文工钱给你啊。听说你的妹妹可是有几分姿色啊？周扒皮，你个丧尽天良、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今天你不把钱给我，我就赖在你们州府门口不走了！我要让全镇人都看看，你们周家是怎么欺负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好你个贱民，耍无赖耍到我这儿来了，不走是吧？好，来打，往死里打，让他知道马王爷到底几只眼！打！就是服你完了。好了，老子就是喜欢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要不然老子这么大的州府哪儿来的呀？我他妈就是喜欢钝刀子割肉，把你们这些穷鬼的皮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的扒下来，硬骨头是吧？啊，老子专吃硬骨头。呸！走。老子让你吃人肉喝人血，今晚老子就请你吃一顿我守州府的大宴，老子让你吃个够！是周扒皮，他不但不给平安结算那800文的工钱，还让平安把喜乐送过去玩几天。平安不肯，他便找人把平安往死里打。平安气不过，就一把火烧了整个州府。现在已经被周扒皮押送到了衙门，还请了青阳镇第1壮士陈千墨。什么？平安，我的儿啊！周伯，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可是州府，那是吃人的阎王殿呐，咱们怎么惹得起呀？周伯，爹，周扒皮心狠手辣，绝对不会放过我哥的，定要他偿命的。这可怎么活呀？陈天墨出道至今未尝一败，想必明日公堂之上也没有什么胜算。眼下只有我去州府周旋，或许还能救大哥一命。虽然我封闭不再为别人打官司，但只要让我去州府和周扒皮谈判，我绝对能让周扒皮妥协。谈？你拿什么去谈？周扒皮安的什么心，你又不是不知道。私了，唯一的筹码就是把喜乐送给那畜生，糟蹋做小，换来的不过就是平安的脑袋在脖子上多戴几天罢了。你把喜乐当成什么了？集市上随便讨价还价的牲口吗？真是个窝囊废！喜乐是你未过门的媳妇，出了事不但不能护她周全，还要把自己的女人去换枸杞，你还算什么男人？小姨，我绝非此意，你为何要……嘿，可恶的小白脸，别在这虚情假意了，把嘴给我闭上，听见你的声音就烦。喜乐，别担心，有小姨在呢。我也是壮士，明日我们就去公堂，我定用命护住你哥。而且我已经飞鸽传书给我师兄叶少杰，他明日即到。我师兄当年与大仓壮王亦师亦友，论辩才机锋，他区陈阡陌，给他提鞋都不配，不像是某些人骨头软得很，只会卖妻求荣。叶少杰，喜乐，先放宽心，天塌不下来的。今天晚上好好休息，睡个好觉，养足精神。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衙门，等我师兄叶少杰一到，定能扭转乾坤。喜乐，我……林阳，你跟我来。喜乐，你是有什么事要向我交代吗？哎，喜乐，快把衣服穿上，这是干嘛？如果明天的官司败了，想要保住我哥的性命，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从了周扒皮那个畜生。与其让周扒皮那个禽兽糟践我，不如把我的嫡子给我真心喜欢的人。喜乐，我会对你负责的。不用你负责，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你这是干嘛？你拿着，明日之后，这包子铺也没法再庇佑你了，甚至一旦官司失败，你也有可能受到牵连。你拿着这些东西，离开青阳县，找个地方好好生活，再也不要回来了。娘只希望你要像紫玉佩一般干净纯粹，不要再为坏人打过司了。赤墨惊堂，当为天下状。娘，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林阳封笔大仓，再无状王。大胆赵平安，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焚烧州府！如今人证物证确凿，你还有何话可说呀？还不速速低头认罪伏法！大人明鉴，据我所查，此事皆因周扒皮恶意拖欠赵平安辛苦所得的800文工钱在先，此乃其一。周扒皮竟公然觊觎赵平安胞妹赵喜乐，以工钱相胁，逼迫平安兄献其妹攻其淫乐，此乃其二。周扒皮指使恶仆将其毒打重伤，致其走投无路，悲愤绝望之下才铸此大错。周扒皮恶行累累，实乃此祸之源头。好你个周扒皮呀！在本县治下，竟然敢做出如此丧心病狂、欺压良善之事！等，县太爷，区800文钱，那就是个屁呀！你知道这小子那一把火把我的州府烧掉了多少的真金白银吗？80万两啊！80万两啊！瞧瞧你们这群贱货啊！把你们的骨头磨成粉，熬成汤，榨成油，不够赔我一个零头啊你！800文对你周扒皮来说是不值一提，可那是我爹救命的钱，那就是我爹的命啊！你凭什么没了我的血汗钱，还
还要拿我的妹妹来羞辱我，你凭什么？羞辱你怎么了？不服？你们这群生活在臭水沟的垃圾蛀虫臭狗屎，你怎么跟我堂堂的州府相提并论呢？我大仓律法昭昭，人人生而平等，岂容你在此大放厥词，妄论贵贱？大人，周扒皮方才已亲口承认其拖欠工钱，意图强占民女，指使恶仆行凶之恶行，铁证如山。赵平安虽纵火有过，但事出有因，情有可悯，且未伤及人命，量刑当从轻发落。大人，宋状师所言，未免避重就轻。纵使周少有千般不是，自有国法制裁。然赵平安不思报官申诉，竟行纵火暴行，此乃公然藐视国法，视人命财产如草芥呀！大仓律法明文，凡故意纵火者，无论是否造成人命损伤，其行径恶劣，危害社稷，按律当斩立决。大人，此乃铁律，不容宽待，还望大人秉公执法，以儆效尤。陈壮师句句在理，引经据典，深谙律法精髓呀。本县宣判，赵平安纵火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按我大仓律法，纵火重罪，罪无可赦，理当问斩。不要！且慢！且慢！林阳，林阳，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拿着东西离开青阳县了吗？你回来做什么3年前我流落街头，奄奄一息，若非你心善，上包子救我林阳早已是路边枯骨。这3年来，赵家待我如亲人，包子铺就是我家。如今亲人蒙冤，我岂能独自一人逃跑？可是你来也无济于事啊，搞不好今天连你也会搭进去。喜乐，你放心，既然我敢来，自然会带你跟大哥一起离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吹牛？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你能带他们离开这里吗？堂下何人，竟敢咆哮公堂，还不速速报上名来？回大人，草民林阳乃赵氏包子铺伙计，今日冒死闯入公堂，只为赵平安鸣冤平反。大人，这是小人起草的状书，还望大人阅读之后再做判决。林阳，你还会写状书？略懂一二，应付这种场面足够了。你不过就是包子铺的伙计罢了，估计大字都不是一个。你写的状书能有什么用？若是惹恼了县太爷，反倒火上浇油。哈哈哈！区一个包子铺伙计写的状书，也值得高县令大人如此费神细看，莫不是污了大人法眼？快看，是叶少杰，叶大壮士啊！听说啊，他曾经可是和大仓壮王林阳把酒论交的好友啊！没错没错，江湖传闻啊，这叶壮士最狠一战，不但把那原告送进了大牢，连对方的壮师也被他抓住了把柄，判了足足2年的监禁。这壮王的好友都来了，这还能有假？看来这周扒皮和陈阡陌是踢到钢板了。看来赵家的那小子是有救了。师兄，你可算是来了。林阳，看到没有？我师兄已经到了，有他在，此案大局已定。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还不快把你的状词收回来，以免丢人现眼，脏了县令大人的案头。老老实实回去做你的小白脸，别在这添乱。哥，太好了，小姨的大师兄来了，你有救了！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这样一个好友？草民叶少杰见过县令大人。
哈哈哈哈哈！哎，叶大壮师大驾光临，本县公职在身，未能远迎，还请见谅。这次叶大壮师前来，可是要为这赵平安辩护啊？不错，赵平安以私泄愤，胆大包天，纵火行凶，意图烧杀州府满人，其行恶劣，其心可诛。按大仓律，纵火杀人者，当判处斩立决。什么？听见了没有？你们听见了没有？你们自己请来的大壮师，亲口指认赵平安他是个罪人呐！铁证如山，你们这下贱胚子还有什么屁话？叶壮士，你此言可是真的？你不是说来为赵平安辩护吗？大人，叶某方才所言字字清晰，句句确凿，对赵平安纵火行凶、意图谋杀之指控，我十分确定。叶少杰，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明知道周八皮不是什么好人，却还要帮他打官司，你难道都忘了师傅的教诲了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都忘了吗？狗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吗？这些虚无缥缈的大道理能换来真金白银，能填饱肚子吗？我只知道为周少打赢这场官司，1000两白银。1000两，你知道吗？你们这些臭水沟里的贱民，卖一辈子包子，骨头榨干了油，也赚不到这个数的一个零头，简直无可救药。师妹，别做梦了，这个时代的法律不过是富人玩弄穷人、敲骨吸髓的枷锁罢了。你真指望倚仗着这些，能够拯救这些生来就命如草芥的蝼蚁？可笑！行了，对不起，是我没能帮到你，还害得你哥被落井下石。既然被告方没什么可说的赵平安纵火杀人事实确凿，供认不讳，本县宣判，判赵平安斩立决。大人，今日一案还未结束。大人还未曾看完草民的诉状，又怎知草民无话可说？你一个包子铺的伙计，就算你能写出像样的状子，那又如何？今天有我叶某人在此，在这公堂之上，你还有何能耐？叶大壮出手，尔等是绝无胜算。要看你这个粗陋的诉状，那岂不是突然的浪费本县的时间吗？杀了赵平安这贱民，也难消我心头之恨，更抵不了我周府损失。不如先拿他这如花似玉的妹妹收点利息。赵喜乐，本爷心善，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不过你得识相，你应了我，嫁给我做18房的小妾，或许我会跟县太爷面前美言几句。你这个蠢货哥哥啊，也可以活下来。否则的话，行了，你绝不能答应，我宁可现在去死，我也不能让你踏入州府的污秽之地一步。请让我在州府的牢狱里苟延残喘，我宁可痛快一死。爹，行了，我赵平安绝不会拖累你们的。哥，你别再说了。没事的，妹子。以后你跟林阳好好过日子，要孝顺爹，爹就交给你们了。平儿，爹，孩儿不孝，但是不能侍奉床前，为您老送终了，爹。哥，你可曾后悔？后悔。就算再让我选千百次，我还是一样。你们州府的金山银山，每一块砖，每一块瓦片，都有我们穷苦人的血泪。我烧了它，
就是替天行道。赵平安，贱命一条，还你周府100年基业。是啊，我活不活无所谓，就让你们也尝尝这挖心之痛。哪怕我死了，也要化成厉鬼，在周扒皮身上狠狠地咬下一块肉来。好啊，好你个作死的贱骨头！既然你这么想死，老子我就成全你。县令大人，此等狂徒藐视公堂，诅咒乡绅，罪无可赦。按律立即下令执行，以儆效尤。不要平儿！平儿！平儿！什么？我林阳要打死状！你是疯了吗？你区区草民，竟然敢立死状！林阳，你可知道打死状的后果吗？一旦失败，你就要和赵平安一样的同罪论处，斩立决。你可想清楚喽！哎呀，你个下贱的包子铺伙计，倒是学别人来打死状。你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啊？不过是多送一条贱命罢了。高大人，要是这臭小子胡言乱语，先把这个赵平安把他头给剁，待会儿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打死状，看来林阳有点东西。不要！住手！刀下留人！本县尚未下令，谁让你擅自举刀？滚出去！行。高大人，你这是何意啊？你难道一定要听这个臭小子的信口雌黄吗？本官看了这个诉状，真的是字字如刀，句句切中要害。此案确实有蹊跷，本县决定此案重审，林阳可做赵平安的状师。多谢大人。高县令，您是在质疑我叶某人的实力吗？我叶少杰既然为周少出手，这板上钉钉的案子还有翻案的可能，就凭他。好得很呐！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赵平安的血还不够我周家祠堂的一个台阶儿。好，今天把你给算上。林阳，你别管我了，为我搭上一条命不值得。你快走，带着希了和爹，快走啊！哥，你怎么这么傻呀？大哥，这3年来，你待我如亲弟弟，在赵家给我一个安身之所。现如今，也轮到我林阳为你撑起这片天了。你放心，今天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大人明鉴，此乃草民多处查证所得。赵平安早年间于信灵堂就诊，其医书记载，其患有癫狂症。按大仓律，互婚、疾病、明示，凡癫狂者，心神丧失，行止不由己控，其犯错之时，与其免责。故此，赵平安纵火周府一案，乃失控所致，依律应该无罪开释。放你的狗屁！不可能！你这一定是伪造的！太好了，哥，你有救了！大仓律例是这样的，只要证明哥哥是犯病时失控，哥哥就不用偿命了。真的吗，爹？李阳，他居然想到了这个法子，太好了，哥，你有救了！行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律法条文固然有理，但对面可是我师兄叶少杰，他深谙律法，又精通钻营之术。纵然平安有癫狂之症，但要翻案也很难啊。周少，如果赵平安确诊为癫狂症，咱真的拿他没办法，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
我操你他妈的废物啊！你他妈连一个包子铺的伙计你都比不过，我他妈要你何用啊！滚开！周少息怒，些许波折，何须挂怀？今日我叶某人在此，定让公堂翻不起半点浪花。您且心宽，看我如何料理便是。高大人，大苍律所言，癫狂病症，其要义于并发失控4字。然则据我所查，赵平安上一次发作乃整整10年前，10年间病情再无反复，街坊四邻皆可作证。如此情形，按律可视作为病痊愈。因此赵平安在纵火之时神志清明，并无并发失控，其罪责无可推卸。更重要者，方才赵平安亲口所言，再来一次也是一样，其乃清醒意志之铁证。他明知后果，仍然蓄意纵火，如此清醒之恶行，怎能以癫狂2字轻轻抹去？此等凶顽，不杀不足以正纪法，安民心呐！叶大壮，这剖析深刻，引经据典，是句句在理啊！本县深以为然。赵平安纵火，确系是故意为之，罪不可赦。你都看到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我师兄叶少杰使得手段滴水不漏，这林阳终究是把自己也搭进去了。现在他们2个都不会的，哥，林阳，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难道真的没有活路了吗？李阳，你就别管我了。大人，草民认为赵平安有病，现在的赵平安也处于癫狂之状。你可有证据？大人，癫狂之症早有些征兆，赵平安平时行为异常，草民便请证人细述。速速道来。当时赵平安找你要钱的时候，你是不是找人打了赵平安？打了又怎么样啊？这种贱民，我打死他都是活该。大人，癫狂症者最怕刺激，草民认为正是周扒皮带人打了赵平安，才导致赵平安失控发病纵火。而且以草民对赵平安的了解，赵平安现在依旧处于癫狂之状。李阳，我现在并无癫狂之状啊！我这大舅子有点不太聪明啊，这般反驳反露马脚。听听，大家都听听，我大舅子的脑袋完全被打坏了，就现在还说自己的脑袋没病。的确呀，他明明可以承认自己是在癫狂状态，就不用被判刑了，偏偏说自己不是在癫狂状态呀。这不就是脑袋有问题了吗？就是脑子坏了。是啊，县令大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请大人替我等做主啊！大人，我才是受害者呀！我闭嘴！你有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赵平安当场释放。谢大人。你周扒皮拖欠工资殴打赵平安，你要当场赔他工资，还要赔他精神损失费以及医药费，这个就100两银子吧。你不是说有你在就让他获罪的吗？这怎么回事啊？周少莫急，这林阳狡诈，必有破绽。这家伙辩词看似无理，实则刁钻至极，能如此诡辩，绝非凡人。他到底是什么来历？我只记得他是我3年前在街头捡回来的乞丐。大人，草民要驳回林阳所有状词，他的状词无效。那你就赶紧呈上反证，如果没有的话，请勿多言。林阳不过是包子铺的一个伙计，根本就不是壮师。根据大仓律行讼品第325条，非持牌壮师不得擅辩公堂，其言当视为废词。
对，证词无效。糟了，叶少杰拿着你的身份说是，这下该怎么办？这壮士好生刁钻呐，这分明是要堵我们百姓的嘴呀！是啊，高，实在是高。叶少杰，你身为壮士竟然咬文嚼字，还有身为壮士为民请命之初心吗？大人，林阳虽无壮士之名，却句句直指案情要害。曾经太祖皇帝威时，亦曾替有送冤，英雄何以分出处？况且赵平安乃林阳之血亲，血亲辩护自古有之，怎可轻废其言？此言确实。大人，律法威严，岂能儿戏？若大人执意徇私，那明日城主府弹劾公文上便会多一笔纵容贱民乱法了。这胡说八道！本官清正廉明，怎么会徇私枉法？哎，那就请大人赶紧宣布结果呀！那个本官宣布。谁说我不是壮士了？林阳，你真的是壮士？他是狗屁的壮士！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装的？还有装的必要吗？一个男人可以废物，但不可以虚伪。你这样装，只会让别人笑话，简直是让人恶心。嘿嘿嘿，是你傻还是老子傻呀？你要是壮士的话，干嘛在包子铺里做伙计呀？啊！大家说是不是啊？就是啊，这壮士怎么能混成这个惨样？你个卖包子！我本来想隐姓埋名，在包子铺安稳的过日子，可是你们丧尽天良，竟然欺负到我家人的头上，逼我重新执撞，还隐姓埋名，还封笔，难不成有什么很厉害的身份？哎呀，不对呀，好像一定有特别大的身份。哎呦，你知道为什么瞒着吗？他怕告诉我们会吓死我。哎呦，可吓死我了！求求你行行好，可千万别说呀，我这人胆子小，经不起吓呀。这普天之下，能在公堂和叶壮师对峙，恐怕就只有3年前销声匿迹的壮王了。小子，难不成你要说你是？没错，我就是壮王。什么？壮王？是假的？哈哈哈哈哈哈！真是天大的笑话呀！就你壮王，就你这无名小卒还在此装腔作势，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子叶少杰，壮王的好友。你说你装谁不好，当着老子的面冒充壮王？喜乐啊，你瞧瞧，你都捡了个什么破玩意儿啊？看我一表人才，是不是？我哪里比不上这个臭小子？你非得嫁给他，不嫁给老子，你是不是贱呢？你跟你说，这个臭小子连温饱都成问题，他能给你什么呀？给你西北风吗？跟着我，有的是金山银山，可以完全尽情的挥霍吧。我相信林阳，他不会骗我的。我能够感受到他眼睛里的真诚。这小子现在打的可是死壮啊，你懂不懂啊？败诉了，陪你哥一起红罪论处啊，战立决，懂了吗？嘿嘿嘿，你难道要看他们血溅3尺吗？他明明有机会离开，只是为了我和爹才不得不回来，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他有事。可是这代价悉数道尽。哎，怎么样？考虑好了吗？只要你答应本爷做我的第18房小妾，你哥啊，这臭小子都能活。要不然的话，那你只能给你哥和林阳收尸了。我答应你。喜乐，喜乐，你要答应我，你要立誓，绝不反悔。喜乐，不要啊！
爹，你可死也不让你跳入火坑！李阳，快带喜乐走，快走！都怪这混蛋！若不是他回来帮倒忙，喜乐也不至于要嫁给周扒皮。你这简直是毁了喜乐一辈子！你简直就是个灾星！哎呀，这是什么世道啊！本官也无力回天了。哎，我就说嘛，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姑娘，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啊！让老子来好好疼疼你。住手！什么玩意儿？七彩金玉尺？难道真的是3年前的壮王？是壮王，是壮王。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在你的手里？这七彩金玉尺是3年前宰相亲自交出的信物，怎么可能？世间唯有一把，怎么会在你的手里？既然你知道，那就不跟你废话了。见此玉尺，如见玉似金印。既然我身份已经明了，现在可以结案了吧？当然结了。下官有眼不识泰山。本官宣判赵平安无罪，当场释放。大哥，感谢林壮王大恩，我赵平安永世难忘。大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他竟然真是3年前名震京华的壮王，我竟错把真龙当草蛇。李阳，你明明是壮王，铁齿铜牙，金口玉言，为什么当初会流落街头啊？那是我，因为3年前的事情。你知道3年前灭我家买卖的人是谁？你本来已经逃过一劫，如果你低调一点，不再付出，或许可以苟延残喘度过这辈子。可惜了，那个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得死。我真凶到底是谁？我妹妹到底在哪儿？想知道你妹妹的下落，想知道谁攥着她的命，今晚烟雨楼见。来了，菜来了。哎，我们喝一个。林阳啊，这次平安能够平安回来，可都多亏了你呀。我们赵家又能过上安定的日子，你和喜乐的婚事也该……赵伯，恕我直言，我与喜乐绝非两配。李阳，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对吧？这就是一句玩笑话，对吧？李阳，你是觉得婚礼钱不够吗？不打紧，我可以赚回来给你的。那个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得死。喜乐，我刚才绝无戏言，你与我之间确无可能。庄王大人还真是金口玉言，自是字字谦谦。像我们这种低等小户，粗茶淡饭，蓬门陋室，还真是配不上您这朱门绣户的贵人。喜乐，你醒醒吧！不，李阳，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救命之恩，我林阳必会铭记于心。但这么多年以来，
我忍辱负重，隐姓埋名，屈居于此，甘为伙计，也算是尽心尽力。如今赵平安已被救出，你我恩情再不相欠。林阳，你别走！希乐原谅我，情非得已，唯此一策，才能护你们周全。喜乐，你别哭了。要我看，林阳这婚不结，未必是祸。早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省得日后伤心。撞我，哼，还真是好大的名头。可知这名头背后埋藏了多少肮脏事？他为了金银，替多少贪官颠倒黑白，草菅人命。他骨子里就是个认钱不认人、冷血薄情的混账东西。如今他主动滚蛋了，说明老天爷开眼，替你挡灾。不，小野，你错了。我和他朝夕相处整整3年，我看得真真切切。林阳他重情重义，绝非忘恩负义、薄情寡信之辈。他待我爹如父，待我哥如兄，待我更是真真切切。他今日如此决绝，定有我们不知晓的苦衷，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难事。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要去找他，我要亲口问个明白。喜乐，喜乐，爹，这可如何是好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追呀！这深更半夜的，一个女孩子，万一遇上歹人，可怎么得了啊？爹，平安，冷花，快把他追回来！好，爹，我这就去。快去！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好处翻倍。叶壮师好大的手笔，您尽管放心，奴家在这烟雨楼里最擅长的，便是要男人百口莫辩，保管给您办个天衣无缝，妥妥当当。林阳啊林阳，你昔日壮王的威名，不过是本少杰今日登顶的垫脚石。明日公堂之上，我定要亲手撕碎你的不败金身，让你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踩着你成就我叶少杰新一代壮王的无上威名。公子，就是这儿了，您请进吧。开门！开门！开门！公子，来都来了，何必着急走呢？这长夜漫漫，不如让奴家好好伺候公子，解解烦忧。林公子，事先奴家这蒲柳之身，入不得您的眼，又何必这么着急走呢？良宵苦短啊！哼，这叶少杰，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用的炉火纯青啊！为了构陷于我，这种龌龊的手段都用上了。公子既然已经知道是瓮中之鳖，这何不顺水推舟呢？好好的品鉴奴家的一番美意，也好过白白担了这虚名。您说呢？把衣服穿上。林公子，你这般清心寡欲，这莫非是个不解风情的雏儿？
还是说您根本不行？除儿与否，随你编排，但说老子不行。今天，老子就让你亲身尝试尝试，老子到底行不行？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如今被扣上屎盆子了。你居然来真的！住手！你疯了！我倒不如把这罪名做瓷实了，老子我也不吃亏。你说我干嘛？啊！非礼啊！救命啊！非礼啊！叶壮士，救命啊！住手！你竟敢假戏真做，行如此禽兽之事！叶少杰，这不就是你精心设计的圈套吗？毁我名声。我呀，只是把罪名做瓷实些，免得白费你的心思。怎么样？我配合的还满意吗？来人，带走！瞧见没？就压着的这个人，听说是进入了媚娘的房间，想用强啊！真是丧天良啊！这光天化啊，不对，这大晚上的怎么能做出这种缺德的事儿啊？这叶壮师真是侠肝义胆啊，带着人及时赶来，不然这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被这个畜生给糟蹋了。这媚娘的身材那么好，那要是我的话，都怪他太着急了，活该被抓。听见了吗？这就是你念念不忘，觉得有苦衷的好人。林阳，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既然你都把我看清楚了，那我就实不相瞒，你只不过是一个包子铺的女儿。浑身散发着一股油腻的滋味，就你啊，还比不上这烟雨楼的姑娘有味道，都比你有香味儿。你混蛋！哎呀！哎呀，真混蛋呀，真混蛋！看来你也知道，明日公堂之后，自己没有办法从监狱离开，只能用这种方式和未婚妻告别。可惜了，一代壮王，为他人辩护无数，百战百胜，到头来没办法给自己辩护啊！谁说我无法为自己翻案？人赃并获，你拿什么翻案？那我们就打个赌，如果明天我能为自己翻案，你就将3年前将我林家灭门的幕后真凶告诉我。如果我输了，我就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告诉大家，我一代壮王不如你，并且将七彩玉齿赠送于你，如何？你此言当真？如果我输了，我在这牢狱里要这名誉和七彩金玉齿又有何用？好，我答应你，我倒要看看这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你该如何翻案。希乐，等我处理掉3年前的恩怨，找到我妹妹，我一定回来好好补偿你。
堂下告状者何人？所为何事啊？奴家乃烟雨楼媚娘，奴家要状告林阳，昨晚闯入奴家房间，非礼我。你说林壮王非礼你？他可是有未婚妻的呀。是的，昨天晚上他进到我的房间就开始扒我的衣服，奴家只是一个弱女子，就只能肃静！堂上岂容乱叫？成何体统？你老老实实的回答问题。大人，草民几人昨夜亲眼所见，林阳非礼媚娘，大家都可以作证。看见了，看见了。壮王，按照大仓的律法，您虽然是被告，但是作为壮王，您可以为自己进行一次辩护。不知道你有什么想说的呀？这铁证如山，就算他是壮王，也断无翻案的可能吧。好，那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法外狂徒。我且问你，昨日我进你房间之后到叶少杰来，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很多人看见我进了烟雨楼，你没有必要撒谎。一盏茶的时间。大人，我有办法自证清白，同时我也希望在场的能配合一下，还望大人准许。哎呦，能够当堂见识到壮王翻案，这是我们在场所有人的荣幸啊！您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尽管说，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条件的配合您。多谢大人。林阳，你昨天晚上已经扒了我的衣服，你还想翻案？你做梦！你急什么？你口口声声的说我非礼你，那请问我到底有没有非礼进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壮王不愧是壮王啊，在公堂上竟然能问出这种问题。就是啊，这媚娘要是承认了，那不毁了自己的清白了吗？这媚娘搁那啊叫，那肯定是非礼进去了。那要不然她叫什么？按照我们大仓的律例，非礼一共分为3种。第一种是言语上的非礼，只是处以口头警告；而这第2种是肢体上的接触，但是没有非礼进去，判处3年至5年的劳役。那第3种呢？第3种就是非礼进去了，处以阉刑，并判处终身监禁。所以请问，我到底非礼进去了没有？我要的结果是让他一辈子都出不来。直视我的眼睛，回答我。进去了，进去了。很好。不是林壮王，你是不是听错了？媚娘她说您非礼进去了，这算好啊。大人，他说非礼进去，就真的非礼进去了吗？难道本人可以自证清白？这青天白日的，你莫非是想……你去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啥？我反对，这是对我当事人的第2次伤害。不错啊，在这公堂上把别人女子衣服给扒了，别人的贞洁还要不了了？我看啊，这林阳啊，他就钻了一个大仓律法的空子，还特意搁这侮辱媚娘呢。要是他所言为真，我林阳今天就用我的性命担保来赔偿他的贞洁。但是如果他用这个来污蔑我，那就是他活该。即使女人的贞洁也不足以作为祸害我的借口。你给我扒了。哎呀，让你去你就快点去，再啰嗦的话，信不信本县把你给扒了？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叶壮士，你快扒我！求求你了，帮我！你简直胡闹啊！真是个废物，一个大男人连个女人的衣服都扒不下来。你们几个一起上，给我扒了！还有这好事儿？我最是善解人意了。
这也太有伤风俗了。这高县令，你怎么跟这林阳一起胡闹啊你？这林阳3年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净帮着那些贪官污吏打官司，来欺负我们老百姓。现在呢，又和这个高县令一起同流合污。停！林阳，你折腾这么半天，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狡辩？我已经自证了清白，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林壮王，你这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这就能够自证清白？回大人，想必刚才大家都已看见了，我叫了4个壮汉，在一盏茶的时间都不能将媚娘的衣服给扒下来。那么请问，我又是如何在一盏茶的时间里将她的衣服扒了，并非礼进去的？哎呀，果然如此，真不愧为壮王啊！我就觉得有问题嘛！这一盏茶的功夫，这媚娘还真是不把我们男人当男人看了。壮王言之有理啊！由此可见，这个媚娘分明是摆明了要陷害你啊！不是的，他昨天晚上他真的把我衣服了。大胆泼妇，在大堂之上还敢撒谎！赶紧从速的如实道来。在公堂之上，撒谎可是要负责任的。我告诉你，我是壮王，我如果起诉你，可以将你发配到蛮荒之地。就凭你这姿色，要是到了那种地方的话，我什么都说，是叶少杰，叶少杰他用银钱收买我，让我污蔑林阳的。好你个叶少杰呀！作为壮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来人的，把叶少杰和这个媚娘一起给我拿下！坐。且慢，大人，草民还有些话想对叶少杰说。林壮王，这个叶少杰做局陷害你，难道你还想撤诉？不愧是壮王，如此绝境，竟然也能轻松翻盘。现在是时候兑现赌约了，只要你兑现赌约，我就可以撤诉，不然我也可以将你发配至南方之地。就算我告诉你真相，又能怎么样？你真觉得你可以拿他有什么办法？拿他有没有办法是我的事，你说不说是你的事。你要的真相就在这里。不过我奉劝你一句，如果我是你，想要活命的话，就老老实实找个地方躲起来，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寻求真相有时候无异于找死。告诉那位大人，他回来了。是他，是他，是我助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去灭我家满门。当年我可以助他青云直上，如今我也能让他直坠万丈深渊，血债血偿。林阳，你要走了？去京城，走之前我再回来看看。京城，非去不可吗？我有不得不去找张青山的原因。狗屁的原因！你不就是想去投靠张青山那个大贪官飞黄腾达吗？小爷，我根本就……林阳，在你走之前，你能陪我去个地方吗？好。是大哥哥和大姐姐来了。姐姐，大哥哥，真乖。走吧。谢谢啊，大家别急，一个一个的来。谢谢。
给你，给我一个点吃。3年了，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难民吗？好吃。他们究竟是从何而来？他们都是宪政军的遗孀。怎么可能？朝廷每年都会拨500万两黄金来安抚他们，还会分发房子，为何会如此落魄？那还不是朝廷的那些抚恤金都进到了那个大贪官的口袋。前些年他为了给自己的小妾修建庄园，强行霸占了朝廷给这些遗孀的房子，现在要扩建庄园，他甚至要荡平宪政军陵园。岂有此理！大仓子民皆知，当年30万宪政军为了国家死战，归来时不足1000人。若是没有他们，怎么会有大仓盛世？我们脚下这万里河山，都是宪政军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可如今，他们的英魂，还有他们的遗孀，竟然在曾经自己热爱的这片乐土上，没有半点立足之地。究竟是哪个贪官，竟然如此没有人性？那个贪官，就是你此去要投奔的人，张青山。我已经拟好了诉状，准备起诉张青山，为这些遗孀们，为宪政军的英烈们讨一个公道。喜乐，你们去根本就阻止不了张青山，反而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自取灭亡啊！你到底是担心我们，还是担心我们起诉张青山，耽误你的前程？小姨，我不是那……林阳，正如你刚刚所言，如果没有当年宪政军的牺牲，就没有现在大仓的太平盛世。我虽为女子，但也明白家国大义。我哪怕是死，也要和小姨去阻止张青山，还这些遗孀们一个公道。喜乐，你们去根本就阻止不了张青山，你们去只能是白白送死啊！那你明知道我们会失败，会死，你为什么还不肯帮我们？不肯帮喜乐？她可是你的未婚妻啊！难道……罢了，林阳。我叫你来，并不是奢求你能帮我们，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此去投奔张青山，成为张青山的爪牙，助纣为虐的话，从此我们2人恩断义绝，对簿公堂之日，便是你我不死不休之时。姐姐，大哥哥，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大哥哥一看就是好人，说不定大哥哥是进京去当官，当清官，报效家国的，他才不可能是跟大贪官狼狈为奸的那种人。哥哥，这个送给你。清澈的爱，只为大仓。这平安牌，你是从哪里来的？大哥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盼盼吗？我3岁的时候，兵戈扰攘，大仓危难，我爹不得不加入宪政军，所以我才起名叫做盼盼，意思就是能盼爹早日归来。可最后得来的消息却是战死沙场的消息，只有一本遗书和爹留下的信物。爹在遗书里面告诉盼盼，替他去看看他曾用性命和鲜血守护的大仓盛世，也教育盼盼要将最清澈的爱留给大仓，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大哥哥，我的肺痨已经快到极限，时间不多了。现在盼盼要把这个平安牌送给大哥哥，大哥哥能帮一帮盼盼，替我看看这盛世，守护好这盛世吗？哥哥答应你，哥哥答应你。我不走了，起诉张青山，我亲自去。当年我亲手将他养成一条恶龙，如今我要亲手将他毁掉。最近陛下在青阳县微服私访，并让钦差建立了青阳府邸。我们只要在青阳府邸状告张青山，
引起陛下的注意，对张青山也是当头棒喝。没错，有林阳在，张青山必败。不愧是状王，这状词针针见血，入骨三分。若是陛下看到这份状书，他张青山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我现在就将这状书送去衙门，起诉张青山。放开我！张青山，是你！林阳啊，林阳，我们可是最好的兄弟呀！没想到你竟然写状书起诉我，真是让人心寒啊！呸！就是你在幕后指使，灭我家满门，别不承认！没错，是我做的。王八蛋！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你我可是好兄弟啊！快快请起。兄弟，你也配？当年你我认识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要被砍头的知府，是我帮你力挽狂澜，帮你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可最后，你却灭我满门。你确实扶持了我，但我也没少给你钱呀。我还按照你的意愿，每次赢了官司都将那钱分给了输了官司的百姓，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至于我灭你满门之事，那还不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我身边的小人又多，我听信了谗言，做了错误的决定吗？兄弟，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无妨。那我爹娘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你爹娘的命当然是命了，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在我眼里，只要对我没帮助的人，那就是废物，而且极有可能连累林兄。我去除了你身边的废物，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呀？张青山，你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兄弟谬赞了。你从京城特意到青阳县来，不就是为了让我帮你平息遗孀的那些事情？这件事情，你想都别想。这就是我的好兄弟，就是了解我。如今这县镇军遗孀的事，已经惊动了圣上，而且他就在这青阳县微服私访。如果有人起诉我，我要你赢下这场官司，而且还要赢得漂亮。你恶贯满盈，丧尽天良，不仅迫害英烈遗孀，而且英烈长眠的地方你也敢动，真该把你碎尸万段！我告诉你，张青山，我不仅不会帮你，我还会亲手把你送进大牢。当年是我把你扶上青云之巅，而如今，我也会亲手将你拉下万丈深渊。话可别说得太早，我们可是好兄弟。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小妹的玉佩，我小妹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你小妹当时只是受伤，并没有死。我知道你逃跑之后，就叫人把你妹妹救活了，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她到底在哪儿？只要你这次帮了我，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但会将你的妹妹还给你，还会给你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并且再也不打扰你。意下如何呀？大哥哥，我的肺痨已经快到极限了，时间不多了。现在盼盼要把这个平安牌送给大哥哥，大哥哥能帮一帮盼盼，替我看看这盛世，守护好这盛世吗？哥哥答应你，哥哥答应你啊！不过是区区一个贱民给你的破牌子而已，
至于那么重要吗？你别忘了，3年前可是我封的你为大仓壮王，我还给了你那什么七彩金玉尺啊！哎呀，那七彩金玉尺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呀，你不应该感谢我吗？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宁愿不要七彩金玉尺，也要换遗孀们安居乐业。好吧，去看看你的妹妹吧。小妹，小妹，青舞，青舞，哥哥，真的是你，真的是你，青舞，这些年过得怎么样？青舞，傻丫头。青舞，你怎么了，青舞？哎，青舞，青舞！3年前，宰相大人虽然救了林小姐的命，但受伤太重，林小姐留下了旧疾，现在必须每日服用天山雪莲，才能压制旧疾。这天山雪莲价格昂贵，宰相大人为了给林小姐续命，着实是花了不少钱呀。青舞，这些年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和爹娘，是我拖累了你们。我能够再见到哥哥，就已经很满足了。哥哥，你是我们整个林家的骄傲，是爹、娘，也是青舞的骄傲。而我之所以苟延残喘到现在，并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我想告诉哥哥，哥哥，不要管我，不要忘记当年我们林家被灭门的血海深仇，也不要忘记娘当初临死前嘱咐你的话：纸墨经堂，当为天下壮。哥哥，现在正是全天下百姓都需要你的时候。青舞，你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如果我去状告张青山的话，那你……我不想成为哥哥的累赘。若是我的存在让哥哥有任何顾虑的话，你宁愿死。青舞，你赶紧把匕首放下。在天下苍生和我之间，我一个小女子都尚且知道如何抉择。请我相信，若真是到了那一天，哥哥也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壮王，林小姐身子弱，该休息了，你是时候离开了。青舞，再等等我，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救出你，也会除掉张青山的。兄妹重逢，聊得怎么样了？关你屁事！放肆！怎么跟宰相大人说话的？哎，无妨。明天青阳府尹会亲自审判拆除县镇军陵园一案，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张青山，你到底有没有良心？那可是县镇军的陵园，当年要不是县镇军九死一生换来这太平盛世，哪有你这安稳的日子？当年的事情早就过去了，现在他们不过是一群没用的死人，一堆没有价值的白骨。我相信在这堆没用的白骨跟你亲妹妹青舞之间，你知道该怎么选。大人，张青山这个畜生已经派人在陵园那边守着了，
一旦在公堂上赢了，他就会立刻拆掉陵园。没错，大仓能有今天，多亏了县镇军的牺牲。我们绝不能让张青山动县镇军的长眠之地。对，多年前县镇军守护我们灯火万家，如今换我们守护他们的长眠之地。大家放心，林阳是壮王，今天一定能阻止张青山。太好了，老天终于开眼了，有壮王相助我们。对，有林阳在，县镇军的陵园能被守住了。话别说得太早。今日我作为宰相大人的壮师，代表宰相大人出席公堂，现在可以升堂了。按照大仓律例，他是被告人，理应本人出席才对。现在未免有些不合规矩。宰相大人日理万机是何等的繁忙，像这种小事情由我出席即可，何必劳烦他亲自前来？大人，按照大仓律例，若是被告方不能出席，当以被告方缺席为由，判定对方输掉官司，还请大人明鉴。言之有理。你又不是负责此案的壮师，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还是看看人家林阳有没有意见。林阳，这是好机会，你快说话呀！我们可以直接以张青山缺席为理由，赢得这场官司。你快说话呀！张青山，他是大仓的宰相，辅佐女帝，日理万机，劳苦功高，我们应该理解他。林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好，不愧是壮王，思想觉悟果然够高啊。林阳，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明明可以有机会让张青山输掉官司，你为什么要替张青山说话？为什么？林阳为什么要帮你们这帮群鬼啊？你们能给林阳什么？林阳帮宰相大人，金钱、权势、荣誉、美女应有尽有，而你们这群穷鬼，又能给林阳什么呢？你不，林阳，你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刚刚之所以故意给张青山机会，只不过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在公堂上彻底击败张青山。你肯定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当年的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不过是一群没用的死人，一堆没有价值的白骨。我相信在这堆没用的白骨跟你亲妹妹青舞之间，你知道该怎么选择。大人，我作为原告状师，放弃诉讼。什么？我们早就应该知道，林阳你个畜生，他就是张青山的走狗啊！这个畜生啊！3年前，那个畜生为了钱，他就帮贪官污吏打官司，真是丧尽天良啊！连他的壮王都是张青山给封的，他自然会帮助他的主子。林阳，你知道放弃诉讼意味着什么吗？放弃诉讼，意味着今天像盼盼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母亲，还有县镇军的英烈们，都将会曝尸荒野。林阳，你对得起县镇军的付出和牺牲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盼盼，对不起，再给我一点时间，很快我就会除掉张青山。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人家原告方的壮师都已经撤销诉讼了，还不赶紧去陵园通知工人动工？盼盼呢？盼盼人呢？糟了，他肯定是阻止张青山他们去拆陵园了。张青山的手下肆意妄为，肯定会伤害盼盼的。走，去陵园。求求你们不要挖我爹的坟好不好？我爹是县镇军的将士，是家国的英雄。你管我屁事啊！再碍老子的闲事儿，你信不信我让你去见你爹去？挖，继续挖！不准你们碰我爹的坟！
你这小兔崽子！我跟你说了，你再妨碍我，你跟我去玩去吧你！哎啊！我去，你给我滚一边去！哎呦，你个小兔崽子，给我打他！住手！让开！让开！让开！盼盼，是哥哥对不起你。大哥哥不要愧疚，你没有对不起我。盼盼知道大哥哥也有自己的苦衷，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诉讼。只可惜盼盼没法替我爹替县镇君们好好看看这大河山。大哥哥，你能答应盼盼最后一个请求吗？你说盼盼，大哥哥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替盼盼去看看我爹和先烈们守护的大河山，好吗？哥哥答应你，哥哥答应你。盼盼，盼盼，盼盼！你们这帮畜生，我跟你们拼了！就凭你们这些臭咸鱼烂虾一样，也敢跟我们拼？大家别冲动，别冲动，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掉张青山。我们等得起，但县烈们等不起了。再继续等下去，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陵园毁了。盼盼一个小女孩，她尚且知道用自己的性命守护先烈们的长眠之地，我们岂能退缩？对，今日就算是死，也不能让他们动陵园。好，既然你们想死，那我就成全你们，给我上！不要！旺旺，醒醒！求求你，一定要保护好陵园，求你！旺旺，来啊，美人儿！张青山，下去吧。这不是我的大功臣吗？今天这官司没有你可真打不赢。来来来，咱兄弟二人一起喝酒。为什么要杀掉他们？你的官司明明已经赢了，放过他们就好，为什么还要杀他们？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用的废物刁民而已。他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数的，杀了便杀了。兄弟啊，你不会因为几个刁民要跟我翻脸吧？兄弟，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的妹妹吧。我听说她最近身体不太好啊。亲我，怎么样？身体好些没？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丞相大人，我想和我哥哥多出去转转，可以吗？当然可以。等等，千万不要整出一些幺蛾子，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走。亲我，你身体不好，要不咱们回去吧。哥哥，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我也不想再继续拖累你了。亲我，你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已经找到办法了，我能除掉张青山。现在多等一天，就会死去更多的无辜百姓。那些遗孀，还有县镇军的英烈们，他们等不了了。我记得哥哥以前最喜欢看我跳舞了，我再给哥哥跳一支新舞，好吗？好，
你看，快点！哎呦！救我！不要！你会死的！爹娘给我起名叫轻舞，意在一生一世不轻舞。妹妹这一舞，是为了天下苍生，也是为了30万县镇军英灵而舞，也是我此生最后一舞。哥哥，妹妹以后不会再拖累你了，你不敢做的事，现在妹妹给你做了。快下来救我！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下雪了！流月飞雪，必有大冤呐！他们一介女流都可以站出来为死去的将士们说话，我等岂能退缩？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好一个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我大仓能有林清武此等奇女子，乃我大仓之幸。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外面什么声音？何人击鼓？大人，不好了，是林清武在击鼓鸣冤，给我杀了他！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六月飞雪，苍天垂怜。接下来，哥哥，请为天下壮。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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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不要哭。哥哥，你记得你刚当上壮士的时候，娘对你说的话吗？赤墨惊堂，为天下壮。现在就不会再拖累你了，你该站出来了，为天下而壮，为苍生而壮了。救我！救我！你放心，可不会让你白死的。即日起，我将为天下而壮，为苍生而壮。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妹夫，我来捉你。林阳，请苍天见中间，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中间。找死！给我格杀勿论！我看谁敢动！陛下有令，重开青阳府尹升堂，重审张青山拆迁县镇军梨园一案。林阳，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你因为几个贱民害死了自己的妹妹，最好别把自己的命玩丢了。张青山，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动的就是我妹妹。龙有逆鳞，触之者死。你敢动我妹妹，我就让你万劫不复。林阳，
你准备以什么罪名状告张青山呢？一幅汉书谈何易？就算是陛下亲允，青阳府尹开堂，他区区一个草民，能状告我什么呀？就凭我妹夫是壮王，哼，他那壮王还是我封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一个人没资格，那1万人呢？10万人呢？这白灵之上，这10万人的名字都是你张青山所杀。现在我有没有资格状告你？还有这些百姓被你荼毒多年，所有人加在一起，有没有资格状告你？今天我林阳不是为我自己而状，而是举天下百姓之力，为天下而状，为苍生而状。好一个举天下百姓之力，为苍生而状，为天下而状！本官宣布，立案通过，现在开始审判状告张青山一案。大人，这是状告张青山的状书。张青山仗着权力欺压百姓，贪污英烈遗孀们的抚恤金，还迫害英烈们的遗孀，甚至连宪政军英烈的长眠之所都想动。此等不仁不义、不忠之徒，按照律法就该革除官职，诛九族。张青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哼，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的状师。大人，草民今日要打死状。林阳，你确定？谁要敢为张青山辩护，就是与他同罪，诛九族。林阳，你简直就是一条疯狗！给我打！张万林，你只要赢了这个官司，我赏你黄金1万两，良田1000亩，封你为新一任的壮王。宰相大人，您放心，我张万林定为宰相大人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大人，宰相大人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哦，从何说起？宰相大人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朝廷着想。宪政军虽然劳苦功高，不过那也是曾经的事情。他们作为大仓的一份子，生来就应该为大仓而战，为大仓而亡。再说了，当时他们参军，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少的钱财，这就是他们的买命钱。现如今战事平息，大仓安定，朝廷又何必每年拿那么多的钱财来安抚遗孀，拖累整个大仓？甚至他们这些人还有可能聚众造反。现在大仓安定，就应该为长远发展做打算。宰相大人拿走他们的抚恤金，甚至除掉他们，这实际上是在维护整个大仓。所以在下觉得宰相大人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这简直是诡辩！不错，就是诡辩。对，不作数的，不作数的，对，不作数。林阳，你万万没想到吧？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背叛我，所以我让这张万林去研究了你所有的卷宗，想好了所有的状词。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招好使？糟了，林阳最擅长的就是诡辩，现在却被张万林占据优势，这下可麻烦了。大人，草民建议张青山、张万林多加一项罪名，罪名就是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简直就是千古罪人。林阳，你少在这信口雌黄，你有什么理由给我和宰相大人加罪？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君王皆知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要善待百姓。历代先贤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君王之道。而你们所作所为，简直就是违背祖训，兴亡国之道。而你张青山就是亡国的罪臣。今天就应该清君侧，斩奸佞，镇朝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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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犹豫什么？赶紧反驳呀！大人，我张青山，你还不认罪？大人，你可千万不能认罪啊！这一旦认罪，那可是诛九族的重罪啊！张青山，公堂之上，
铁证如山，难道你还不认罪吗？我认罪！你不过就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废物，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你又有什么资格让我认罪？你要干什么？张青山，你击杀钦差大人，真当是死罪！张青山，你疯了吗？竟然敢击杀钦差，简直就是藐视陛下，其罪当斩！我呸！老子就算是不杀他，他能放过我吗？这里外里都是一死。既然你们不想让我活，那今天就都得死！张青山，你要干什么？难道你要造反不成？你别忘了，陛下还在青阳县。不，正因为陛下今天在这青阳县，所以我才要控制住这整个青阳府尹。如此一来，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不会传到陛下的耳朵里了。林阳啊，林阳，你说你和谁作对不好，非要跟我作对？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有什么资格和我较量？今天你不但奈何不了我，而且你和这帮刁民都得死在这儿！哈哈哈哈哈哈！行了，林阳，对不起，如果不是我提出要为这些百姓伸张正义的话，你和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是我低估了张青山的卑鄙和可怕，是我害了大家。喜乐，这不怪你，都没关系的，一切都还有转机。你怎么知道会输呢？今日既然我敢告张青山，我就有信心让他血债血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嘴硬？今日除非陛下亲临，否则我看你林阳如何破局。请陛下清君侧，斩奸佞，镇朝纲。清君侧，斩奸佞，镇朝纲。清君侧，斩奸佞，镇朝纲。都起来吧。谢陛下。谢陛下。张青山，你好大的威风！陛下，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难道是等着你在这里滥杀无辜，一手遮天吗？爹，你不会也跟这帮地位卑贱的贱民一样，认为是我错了吧？在我大仓，人人生而平等，何来卑贱一说？狗屁的生来平等！你们这群底层贱民，天生就是为我们顶层人服务的。包括那些县镇军，他们就是因为地位卑贱，所以才会送到战场上去送死。他们的死不过就是历史上的一串数字罢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你们这帮底层贱民，拿什么跟我当朝宰相相提并论？正是你口中的那些贱民，在兵戈扰攘的情况下护得山河无恙。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撑起了大仓的脊梁，忽悠着大仓大好河山，忽悠着无数百姓，也忽悠着你张青山。可你却在诋毁这份荣誉，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张青山，看在你祖上3代忠烈的份上，我给你最后的体面。来人，赐酒，喝下这杯酒，朕赦你9族。女帝呀，女帝，我是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跟这帮贱民一样，都认为是我张青山错了。我可以容忍你贪，但不能容忍你贪得无厌，贪得没有人性和底线。当年若不是县镇军为我大仓舍生忘死，就不会有今天的大仓盛世。如果今日我不为县镇军做主，他日我大仓战火再起，又有谁会为我大仓出战？张青山，你已动摇了我大仓根基，动摇了我大仓军魂，所以如此的大仓容不得你张青山，我必须给县镇军遗孀们一个交代。好，好，好，今天这酒，张青山不喝。放肆！
张青山，难道你要造反吗？我不造反还等死吗？今天这反我造定了，我看你能拿我如何？你能拿我怎么样？黑龙卫，张青山，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养这么多的黑龙卫！我贪了那么多钱没地儿用，我养点黑龙卫怎么了？实话告诉你，像他们这样的黑龙卫，我养了足足10万，今天全在这青阳县待命。女帝啊，我本来想着你微服私访，如果不打扰我，那我就让你回去继续做你的女帝。没想到啊，你竟然还想找我的麻烦，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反正都是一死，老子不如直接造反，把你这女帝宰了，然后自己做这大仓的王。这宰相我也做腻了，换个龙椅如何呢？张青山，你知道造反的后果吗？你这样做不仅要诛九族，也让你祖上蒙羞，此等行径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我现在杀了他做这大仓之主，我就是光宗耀祖，何来的造反呢？好了，女帝，该上路了，动手！行了，住手！今天你做不成这个王位了。4大将军怎么也来了？这4大将军虽然手握重兵，但这么多年一直镇守在大仓边境，今天怎么都来了？他们自然是来助我一臂之力。平日里我跟这4大将军交情甚好，他们也拿了我不少的好处。如今他们就是来助我称帝的。4大将军手握我大仓所有的兵力，也就唯有他们才可以对抗张青山的10万黑龙卫。他们要是投靠了张青山，那我们大仓岂不是完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只要你们今日助我称帝，明日好处全都给你们。张青山，你简直是无可救药。无药可救的人是你，是整个大仓，是这个愚蠢的时代，而我将会是这个时代的救星。今天我要拯救整个大仓，成为千古一帝，光宗耀祖。你们这是为何？大老远来，难道不是助我称帝的吗？他们从万里外而来，为的就是宪政军的遗孀们。你以为宪政军死了，就没有人守护这些遗孀了吗？告诉你，大仓的子民就是遗孀们的后盾。你不是一直想代替我成为壮王吗？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什么意思？只要你把这封信送到塞外军营，无论我状告张青山成功与否，都会承认你为壮王。你这个忙我帮了，但是我不需要任何交易。这些年我一直想代替你成为壮王，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我和你之间的差距。我调查了你3年前所有的案件，表面上你是在帮那些贪官打官司，但实际上你是让那些贪官污吏赔更多的钱财给百姓。因为输赢对于百姓来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下去。而现在你又敢为了天下苍生而状告宰相，这让我叶某自愧不如啊！壮王只能是你敢为天下苍生而壮，为黎民百姓而壮。当年我朱雀大军好几次陷入濒死的绝境，每一次都是宪政军出现力挽狂澜，救我朱雀大军于濒死之际。这份恩情，我们朱雀大军至死难忘。当年终结谷一战，我们4方大军被困，是10万宪政军将士用性命活生生铺成一条血路，才使我们成功脱困。现如今，我们每一位将士牢牢铭记宪政军们的救命之恩。宪政军的每一位将士都是我们4方大军的兄弟，他们的家人就是我们4方大军的家人。而你张青山胆敢欺凌宪政军遗孀，打扰先烈英灵，此等行为乃是挑战大仓军威，犯我大仓军威者，挫骨扬灰。张青山，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报应到了。果然是成也羚羊，败也羚羊。我
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背叛。如果我今天死了，我也要拉着你林阳陪葬。喜乐，喜乐，喜乐，为什么你要那么傻？我才不傻，我就知道你林阳，从一开始你就不是那种薄情寡义、忘恩负义之徒。你之所以离开我，肯定是有苦衷的。我果然猜对了。为什么要替我挡这一刀啊？别哭，你是壮王，这天下百姓更需要你。救你，就是救这天下的百姓，救全天下的苍生和正义。喜乐，喜乐，喜乐！梅花胎记，你手上怎么也会有梅花胎记？回陛下，喜乐是我18年前在街头捡的，并非我的亲生女儿。当时这胎记已有18年前，大学夜，太医，快传太医！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救活朕的女儿！快！醒了！陛下，公主殿下她醒了。女儿，朕的好女儿，娘终于找到你了。陛下，看，我是你的母亲啊！18年前我们走散，我足足找了18年，终于找到你了。娘，哎，真的是你吗？是我，娘。3年前我便听闻过你，铁齿铜牙，擅长诡辩。虽然表面上帮助一些贪官污吏打官司，有些时候也会让那些贪官污吏拿出更多的钱财来赔偿受害的百姓，倒也是个心怀天下的好儿郎。陛下谬赞了。你跟我女儿之间的婚事我倒是可以同意，但我要让你帮我一个忙。陛下，这天下以大仓为尊，陛下又是大仓之主，何事还要由微臣代劳啊？你自己看吧。这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借款？我大仓这么缺钱吗？都是张青山那个混账东西干的好事。他以大仓的名义向周围的国家借款，而且借的都是高利贷。现在张青山倒台，周围那些国家全都上门来让我们还钱。若是我们拿不出这些钱，他们就完全可以以我们借钱不还作为幌子，号召天下诸国讨伐我大仓。我大仓虽强，但也扛不住诸国联手。如果老老实实的还钱，这些钱就算是给我大仓100年时间，也未必能还得上，甚至有可能拖垮我大仓。他们想要的不是这笔钱，而是借此让我们放了张青山。不错，陛下放心，臣定会让他们人财两空。好，如若你真能办到，朕就亲自为你和喜乐赐婚。是。大仓女帝，你们大仓向我们3国联盟借了10亿两黄金，现在也到时候该还了吧？狗屁3国联盟！说白了，你们就是高利贷联盟。明明才借了你们1亿两的黄金，现在连本带利
足10亿两黄金，你们怎么不去抢？白纸黑字写着，难道你们大仓想赖账不成？就算你们大仓在诸侯中最强的，那又怎么样？那也不能不讲道理吧？要再不还钱，信不信我们联合各大诸侯国一起讨伐大仓？都给我闭嘴！女帝啊，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你若现在就把我放了，并且让我官复原职，没准我还能申请这3国联盟给大仓宽限几天。否则的话，张青山，你还有脸说话？你祖上3代都是忠良，到你这儿居然做出此等卖国的行为，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那又怎样？你看看在你管理下的大仓，欠了人家10亿两黄金，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谁说我们大仓欠了10亿两黄金了？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赖账不成？参见陛下。你们几个看好了，这欠条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借款人是张青山，与我大仓有什么关系？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张青山代表大仓借款，用于大仓建设。你小子想跟我玩文字游戏？哼，你是嫩了点儿。没错，我们3国联盟既然敢向全世界借款，自然是最清楚借条上的每一条条款。小子，想跟我们玩文字游戏，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好，有意思。那今天我也给你们一个忠告，如果你们今天就此作罢，那我就不再追究。如果你们纠缠不清，不但拿不到我大仓的1分钱，我还会将这个漏洞告诉诸侯，让他们利用这个漏洞，让你们血本无归。小心一点，这人是林阳，大仓壮王，出了名的会诡辩。怕什么？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是我张青山代表大仓向3国联盟借的钱，用于大仓建设。只要张青山承认，这钱就得还。再说了，这上面要有漏洞，这么多年怎么都会有人发现。我看你们就是被这小子给吓唬住了。那可是整整10亿两黄金呀！你们就这么不要了？你们甘心吗？大仓女帝，你是不是该拿出一些诚意，不要搞这些把戏了吧？林阳，你继续说。行，3国联盟的10亿两黄金是吧？还，今天就还。我呸！我还以为大仓壮王有2把刷子呢，没想到这么怂啊！差点把老子给唬住了。这张欠条上面写的是我林阳向大仓借款100亿两黄金，建设3国联盟。陛下，现在你可以拿着这张借条找3国联盟还钱了。你胡搅蛮缠，你算什么东西啊？你有什么资格代表3国联盟向大仓借款？不错，狗屁的100亿两黄金，我们见都没见过，凭什么还钱？你们不就是这样让我们大仓还钱的吗？那不一样，我们是真借的呀。钱在哪儿？谁看到了？这都用于大仓建设了。大仓的建设谁能证明啊？行了行了，别看他了，他就是一个大贪官，不可能把钱用在大仓的建设之上。所以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让我们大仓还钱啊？你简直是不要脸！哎，你有证据吗？小心我告你诽谤啊！张青山，都是你干的好事，你们怕什么？你们的本金也就不过区1亿两。我告诉你，今天你们要是能把我从这儿捞出去，我连本带利给你们2亿两黄金。否则的话，1分钱也别想拿到。大仓女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3国联盟可以不找你们大仓还钱，但是这个钱毕竟是张青山找我们借的，所以请你交出张青山。张青山在我大仓犯的可是诛九族的重罪，岂容你们说带走就带走？你们不让我们带走张青山，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大仓在包庇张青山的躲债？
不错，我们真金白银的把钱给借出去，就应该把钱给收回来。女帝，你若是不让我们带走张青山，那就怪不得我们向全天下说你们大仓信誉不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有谁再跟你们有经济往来，怕是你们的贸易也会受到影响。女帝，你们今天还是终究奈何不了我呀！张青山，你高兴得太早了吧？想离开大仓，我允许了吗？我不离开也可以，但是这大仓承受得起诸国排挤的代价吗？代价？何为代价？好，那我就来问问三国联盟，你们是专业放贷的吗？哼，我们是正规的，得到全天下的认可。好，既然是专业的放贷人，那你们一定会做风险评估，所以在借款之前，你们必须去做专业的风险评估。既然遇到张青山这种事情，钱收不回来，这个责任唯有你们自己承担呢。天底下哪有只赚钱不承担一点风险的生意呢？现在你们遇到风险了，想让我们大仓让步，凭什么？哦，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三国联盟的生意可以凌驾于天下诸国的尊严之上？你们如此说辞，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大仓，还是瞧不起天下诸国？如果瞧不起天下诸国，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三国是要与诸国开战呢？不是这样，真是个鬼才，这张嘴真能颠倒黑白。我总算明白张青山为什么宁杀天下人而不舍得杀他了。这钱我们不要了。我们都不要了，还不行吗？你们三个怂包，你们可是三国联盟啊！竟然怕区区大仓！闭嘴！张青山，你个混账东西！我们三国联盟被你坑惨了。尊贵的女帝陛下，我们三国联盟愿意放弃那10亿的黄金债务，并且绝不会阻拦你处罚张青山。先告辞了，告辞。林阳啊，林阳，早知道我就应该事先弄死你！张青山，我最后悔的是3年前帮了你，如果没有帮你的话，就不会死那么多的天下百姓。我爹，我娘，我小妹都不会死。今天你就算是死1000次、1万次都不够。来人，将张青山带下去，诛9族，张青山处以凌迟之刑。不要凌迟！不要凌迟！你们杀了我就好！不要凌迟！放开我！林阳，这次能将张青山绳之以法，并且化解三国联盟的漫天债务，你功不可没。如若是没有你帮助拔除张青山这颗毒瘤，并且化解这10亿两黄金债务的话，我大仓恐怕必亡。既然林阳这么优秀，娘你一定要好好赏赐林阳。参见陛下，传朕旨意：赵喜乐贤良淑德，特封为青阳公主；林阳重情重义，心怀天下，为天下壮，特封为大仓第1壮。大仓女帝赐婚，择日大婚，山河为聘，天地作美，举国同庆，钦此。谢陛下。快起来，林阳。以后朕就把喜乐托付给你了。谢陛下，林阳定不负天下，不负喜乐。